捣乱毒计，抛售银元。抗战到第7年时节，日本人想捣乱上海金融，因为上海的市面可以影响到内地，上海的币制一混乱，内地的币制也会跟着混乱。不知道哪一个人想出来，把储存多年在日本银行的银元搬出来，交给小贩，由小贩到处设摊出售，或者抓在手中兜售。这一个计划真是毒计，因为普通人黄金美钞买不起，买1块银元毕竟轻而易举，所以购买银元的人争先恐后。本来废粮改元、废元改钞的政策实行之后，市面上的银元早已绝迹了，而且银元也久已不在世上通用之列。我们只知道日本人抢购许多银元运回日本，其实大部分银元还存在上海几家日本银行库中，因为数量太多，运不胜运。经正式开战之后，日本军舰到上海，运来的都是军人和军用物资，回去的时候装的都是伤兵和被俘，最初还有些战利品，后来连放战利品的位置都没有了，所以在那时节，一切日本货也没有运到上海，他们收购的废铁也没有运回日本，可见运输困难，他们战争的脚步也大乱了。至于存在银行中的银元，更没有想到继续运回去，况且那时节，日本人需要的是米粮、棉布和煤，银元即使运回去，也派不了用场，所以上海积存的银元还是相当多。日本人有棉布统治委员会、米粮统治委员会等，统治虽是统治，还是要付一些钱，钞票既来不及印，只有把银元抛出来换钞票使用。大家见到银元重复上市之后，一部分人叮叮当当地敲起来，认为实物毕竟是实物，尤其是乡下人，看到银元就眼红，把物品运到上海之后就买进银元回去。民间的财富阶级在实行废元改币、政府实施时，表面上拿出一些银元去换钞票，实际上贮藏在地下窖中还是很多不动的，埋藏了好多年，不能流通。一旦见到银元恢复使用，有些人心也活动起来，他们把地下银元掘出来，有些拿它来换美金美钞，有些用来购买房屋地产。我就有一个亲戚，向来住在江苏安亭，全家都穿得破破烂烂，务农为生。其实他们在地窖中世代相传，有3000块银元。我家的老坟在安亭，他们在上海只认得我。有一天，那位亲戚率领了子女儿孙20多人到上海来。他说，我们在乡间苦了几十年，现在四乡不安，银元既可复用，我们也要到上海来谋生。说罢之后，身强力壮、体格伟岸的青年人腰间多缠上了200-300银元，好几个老年人身边也各带了几十元，连小孩子身边也塞上几元。我和他们是世交，我对他说，财不可露眼，快快放进我的小房间中。细细的点数之后，真是3000大元。我从这件事知道了，法令归法令，人民的财富埋在地窖中的还是不在少数。银元的市价当时已经很高，我劝他用一小部分银元先安置一个家，其余的银元慢慢待善价而沽，一下子卖出是不合算的。我的亲戚深以为然。这时候，银元的身价已经脱离了现实。从前上海人租屋，很小的一个亭子间也要8元10元，一个筒厢房也要30-40元。但是这时出租房子的人喊出很大数目的钞票，而折合银元只不过6-7元，所以只有银元的身价是平步青云地涨起来。在抗战将要结束时期，
储备票不值钱，大家抢购银元，银元的摊档，全上海总有几千处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摊档，只是一个人手里拿了几十块银元，叮叮当当的敲着，就有人走近和他做交易。交易分两种，一种叫大头，价钱贵一些；一种叫小头，价钱便宜些。这时候，我每天收入的诊金虽是成捆的钞票，但是陆续换取银元也不过17、8个银元。虽然我的诊金也跟着加，然而总是追不上银元的价格。银元买卖的猖獗情况震动了整个上海，大家只要手头有一些拨款单或钞票，按这时的钞票面额是万元，就要赶着去买进银元。这是第一个时期的情况。胜利来临，储备票以200元折合法币1元，银元重又销声匿迹，但是法币的币值也是月月低落，市面上钞票不够用，于是市面上又出现了一种关金券，每一张关金券换法币20元。但是究竟战争了8年之后，币值不易做到稳定，银元依然蠢蠢欲动。过了一个时期，法币关金券都站不住，又出了一种金元券。金元券的政策是好的，可是只维持了几十天的正常价格，金元券又崩溃了。金元券一崩溃，银元又出头了，整个上海沿街又重见卖银元的人。街头上只听到一片叮叮当当之声，全是做这种交易的。从前银元的市价几天一变，渐渐地成为1日一变，更进一步成为早晚市价不同，总是涨。币值总是跌。银元涨得最厉害的时期就是1948年的秋间，我每天收入的诊金，每隔2小时派人出去换银元，每次银元的价格都不同。有一天，我收到一笔钞票，叫挂号先生去换银元，他老实得很，认为附近一个银元摊所价太高，他走远一些向另一个摊去买。不料这个摊档价格更高，再走几档价格更高，于是走回来仍旧向附近一个摊去买，不料这个摊的所价又高了，可以说在1个小时之内会变几变。在这种千变万化的情状之下，许多人都劝我从速离开上海，我听了他们的话，只是默不作声，依然按时临诊。